9点晃悠到办公室，开电脑吃早餐。10点浏览各类新闻网站，娱乐八卦。11点处理即时信息，开始考虑中午吃什么。15点喝咖啡吃零食，与同事闲聊。17点处理即时信息，顺便翻看社交网络。19点大家都在摸鱼，没有下班的意思。20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，吃完饭躺尸。等等，一定是哪里不对。明明又摸了一天鱼，除了吃饭上厕所，屁股都没离开过工位，为什么感觉像跑了个马拉松一样如此疲惫呢？上学期间逃课打球一下午，大气儿都没喘过，现在什么都没干，还要死不活的，这哪是后浪的样子，这眼看要死在沙滩上的节奏。办公室工作为什么让人这么疲劳？这或许是众多白领工作中最大的未解之谜。不过我用了2天摸鱼的时间，终于解开了摸鱼还很累的谜题。我们来聊一聊。首先要确定一点，你喜欢现在的工作吗？是纯粹靠它恰饭，彼此将就，还是出于热爱，互相成就？盖勒普调查中发现，67%的员工在工作中感到倦怠，根本原因是工作现状与核心价值观不符。所以不爱是你职业倦怠的第一个原因。之前有一个网络段子，一份辞职报告上是这么写的：小时候大人总问干活累还是读书累，一直不知道怎么回答，直到遇见一帮人卸货，他们擦着汗，有说有笑，不停地搬卸和整理，我突然明白了答案，不快乐才是最累的。虽然是段子，但也经得起推敲。你喜欢做的事儿，不管它有多劳累多困难，都会刺激大脑分泌一系列神经物质，包括让你短暂兴奋快乐的多巴胺，长期积极幸福的内啡肽，遇到困难缓解压力的催产素。这些物质都能直接或间接的提高注意力，舒缓心情，缓解疲劳感和疼痛感。所以大家做同样的工作，理论上都会有疲劳感，但是对工作感兴趣的人，因为得到了快乐分泌物的反馈，减弱和延迟了疲劳感。反过来，对工作不感兴趣的人，疲劳感会来得更快更猛烈。突然想起上学时候，学习好的学生，比如我，每天精神饱满；学习差的学生上课打盹，下课睡觉，或许也有这方面的原因。而且当你排斥一件事儿，而这件事儿不得不做的时候，你就会分出一部分精力去说服自己继续做，这也是需要消耗能量的。别人是全身心投入，顺其自然，不需要调控，但你要不断的把反抗排斥的思绪拉回来，这需要你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克制自己，克制是需要成本的，多了一份消耗，自然也更容易累。第二个原因是情绪劳动。情绪劳动由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率先提出，他把情绪劳动定义为管理自己的情感，以创造一种公平可见的面部和肢体的表现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维护工作中人际关系所必要的付出。起初这一概念应用在一些服务行业，比如服务员、空姐等，即便顾客胡搅蛮缠，他们依然要保持职业微笑和服务热情，虽然内心可能已经在问候顾客全家了。后来发现，无论什么工作，只要涉及人际互动，员工都需要进行情绪劳动。举几个典型例子，面对甲方的不懂装懂、要求奇葩，你能掀桌子骂脏话吗？你不能，你得付出诲人不倦的情绪劳动。面对上司一次比一次难听的批评，你能把水泼他脸上吗？你不能，你得付出委曲求全的情绪劳动。吔屎啊你！更过分的是，你不光要假装开心，有时候还要假装不开心，特别是在摸鱼的时候。比如你正在看一条搞笑段子，嘴巴忍不住咧开了，但是领导这时候过来找你，你要立刻变脸，严肃认真，仿佛在处理一个难搞的客户。研究情绪劳动的社会学家把情绪分为2个维度，你真实的心情如何，这叫情绪感受；你表现出来的情绪是怎样的，这叫情绪表达。他们认为情绪表达和情绪感受的差别越大，你付出的情绪劳动的工作量也越大。所以你摸鱼的时候很开心，你得忍着；你工作的时候不开心也得忍着。一整天戴着面具，表面平静如水，内心躁动不安。真正拖垮你的不是劳动本身，而是情绪劳动。最后，摸鱼这件事本身也挺消耗能量的。工作是事儿，摸鱼也是事儿，都需要占用时间和精力，而且你还要不断的在摸鱼和工作之间切换，自然没有专心做一件事儿省心。研究发现，一个人全神贯注做一件对意志力要求极高的事儿，所消耗的能量还不如一颗薄荷糖提供的能量。也就是说，你绞尽脑汁解一道数学难题的消耗，跟你放松看电视差不多。大部分能量消耗不过是用来支撑我们身体各个器官的正常运转。心理学家米哈里在他的著作《心流》里提到，一般我们想要休息的时候，会去打个游戏、看个电影，但休息完之后还是很累。而能让我们体验到非常放松的、轻松的、舒展的状态，其实恰恰就是我们在最专注的状态中。他把这个专注的状态命名为心流状态。什么是心流状态？你一定体验过。比如你非常专心的做一件事儿，忽略了周围一切干扰，你以为只过了几分钟，其实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。这种全情投入、物我两忘的感觉就是心流状态。
你看那些商业大佬，早上4点起床，天天空中飞人，几十个会议连轴转，依然精神十足，气场逼人，就是因为他们在心流状态下，虽然做了很多事儿，但耗能很低。摸鱼的时候，思维是比较活跃的，刷微博、看八卦、泡个茶聊会儿天，思想在漂泊，灵魂在流浪。人家心流状态只消耗了1个薄荷糖，我摸鱼可能得多吃2碗饭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摸鱼虽然累，那我们就不摸鱼了吗？那是不可能的。996都成了福报的强压下，我白嫖一会儿老板好像没有什么不妥，而且你也不用为摸鱼感到愧疚。英国一家网站对真实的办公室工作情况进行了调查，据收到的2000个回复来看，以8.8个小时为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长，真正有效率的工作时间只有不到3个小时。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前不久，清华大学开设了摸鱼学导论课程，课程的目的是为了缓解压力、提升幸福感和学习效率。可见摸鱼为我们更高效的工作提供了缓冲和促进作用。如果下次老板发现你摸鱼，这一点就是最好的反驳了。由于上面几个原因，小伙伴们摸鱼也最好可以专心摸鱼，这样才能有效放松，缓解疲劳。当然不要被老板发现。好了，停下打字的手，我也要去摸会儿鱼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爱心3连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。下期成长干货，我们不见不散。